台江内海为什么没有海？月津港为什么没有船？一夕之间消失的港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创世纪里，上帝用了7天创造天地万物。那你知道台南有一座海？听海哭的声音，据说短短的几天内就消失不见。位在台南昆山科大的鲫鱼潭，只要下大雨就会再现踪迹的都市传说，你有听过吗？这片消失的大海，其实是荷兰人当初上岸的入口，也是郑氏父子登陆台湾的第一站。这一片大海，就在19世纪的一阵狂风暴雨之后，一夕之间消失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台湾历史上曾经有一片内海，也就是常听到的台江内海。台江内海是一座由沙洲与本岛陆地所围成的西湖，宽广辽阔，据说可以停泊上千艘的船只的大海湾。这怎么可能？其实当时早期的船只啊，可能每一艘都只有小小一点点。台江内海也是当时世界各地的船只远渡重洋进入台湾西南平原的主要入口，也是当时许多海上军事强权占领的一级战区。在1624年，荷兰人从澎湖来到台湾，看中了台江内海周围辽阔的平原地形，选择从台江内海的沙洲上岸，先盖了热兰遮城，又在旁边打造了俗称台湾第一街的台湾市街，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安平老街啦。不仅如此，荷兰人也在台江内海的内陆海岸线上新建了赤坎市街，主要是给当时的汉人居住的。为了有效管理赤坎这边的百工百业，荷兰人也决定在这里新建一座新的堡垒——普罗民遮城。其实啊，就是今天观光客必访的台南古迹景点赤坎楼啦。紧接着，郑氏王朝来到台湾，运用内海港湾的地理优势，郑氏王朝的海上与陆上军队包围住了台江内海边的热兰遮城。历经了9个月的围城之后呢，将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给逼退，终结了台湾大航海时期的第一个西方殖民政权。台江内海是由沙洲跟本岛陆地所围起来的一座西湖。从本岛往外看过去的海岸线，从最北边其实是将军七股一带，最南边到喜树与今天高雄茄萣以北地区。台江内海的另外一侧呢，则是细长绵延的沙洲，分别是马沙沟、海翁线、嘉老湾、细仔屿、鹿耳门、北线尾与七昆生。让我们再缩小一点范围来看，七昆生这一带呢，就是17世纪时荷兰人跟郑氏登陆台湾的大略位置。一昆生是热兰遮城，2昆生是19世纪建造的义载金城，3昆生则是渔光岛，4昆生、5昆生是今天台南的南区，6昆生在起树，7昆生则是湾里。这7个沙洲连接在一起，远远从陆地上看过去，就像是一只一只的大鲸鱼背部。这也就是昆生的地名由来。打开 Google Map 搜寻台江内海，已经看不到古地图上那一座港湾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在1823年的农历7月，连续好几天的台风跟暴雨，造成了曾文溪泛滥，导致溪流改道，巨大的泥石流直接冲入了台江内海，让这座本来就比较浅的海湾一夕之间变成了陆地，而原本在外围的沙洲则与陆地连成了一片。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地理变化，从开始到形成，据说只有短短的7天而已。换句话说，原本热兰遮城是风景绝美的海景第一排，但是过了1个礼拜的某一天，一觉醒来，大海就已经跑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了。陆地的面积增加了，原本的河道因为海岸线远离而改道，但水路并没有消失，只是改道了或被浮上来的陆地给掩埋了。
因此，即便过了数百年后的今天，台南仍然有下大雨时才会出现的都市传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昆山科技大学的昆山湖了。只要连续好几天倾盆大雨，就会出现传说中的鲫鱼潭，也就是这张地图上方的狭长型的水潭，据说有将近10公里长。以现在的地理位置来看，大约就是从永康、大湾永大路一带，一直往南延伸到仁德一带，历经了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水潭的大小缩减了，只有在倾盆大雨时排水不及才会再次出现。这其实也印证了台南的地理变化及聚落的成型，都跟台江内海的陆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台江内海的陆地淤积有一部分也是人为的因素。根据文献的记载，在清代乾隆年间的台江内海，就已经有很多人在周边的海埔新增地疯狂围垦，包括建立盐田、渔温等等。以前的人啊，没有什么水土保护的观念，过度的开发也是导致豪雨土石流与台江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江陆浮后，曾文溪其实非常不稳定。而台江陆浮与水患的主角本人曾文溪，被当地人戏称为“青眉抓”，意思就是瞎了眼的蛇。只要开始下起豪大雨，被曾文溪与盐水溪所包围住的陆浮新生地就会泛滥成灾，当地人简直苦不堪言。早期先民为了要避溪蛇、求安居，因此发展出竹笼池，这是一种竹子、泥土、芒草与茅草所搭建而成的房屋。淹大水的时候，墙上的泥土被冲掉了，众人就把长竹竿串进屋子里面，一起把房子扛起来，扛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什么？你说用扛的？是的，在这个没有钢筋水泥，也没有钉子或铁丝的竹笼池，其实一共只有2000公斤重。要扛起来，只要号召100位的村民一起扛起，就可以快速逃离淹水的重灾区了。为了镇住曾文溪这条青眉抓，当地的村民啊以毒攻毒，筹组了长达138公尺的蜈蚣阵，也有拜溪神、拜溪王等祭祀仪式，还有防止水患的护身符跟辟邪物，例如这只鹿耳门天后宫的萌宠积水豹。公清寮清水寺的七星剑和石像、剑狮等菩萨的御用坐骑，以及散布在台江村落各地的大榕树等等，都被认为是可以压制洪患的镇溪之宝。神奇的是，日本时代中期一直到现在，曾文溪再也没有传出严重的水患灾难消息。当然啦，这可能也跟曾文溪在昭和年间兴建了河堤有关。但有这么多可爱的镇溪小物集器，想必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吧。现在还看得到台江内海吗？其实不一定要等到下大雨啦，从现在一些地名也可以推断出台江内海的大略位置以及陆浮前后的地理变化。例如月津港、西港、洲仔尾，或是西拉雅族人所说的岛峰内海港口，也就是现在的麻豆，都是因为在台江陆浮以前，这些地区的位置啊，就是靠海或沙洲的地方，因为这样而有了与海、港口、沙洲等有关的地名。陆浮后的台江，因为水质依旧带有盐分，盐分地带的土壤是相对贫瘠的，几乎没有办法靠种植农作物为生，因此许多来自这个地区的人们都相继离乡到外地打拼。当他们他乡遇故知，也就集结在一起，组成了台南帮，打造了许多知名的企业天下，包括统一企业、台南纺织、太子建设及万通银行等等。而统一企业的总部便是坐落在今天的盐行一带，也就是古台江内海的区域范围内。说到这里，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就连现在不论是位于沙洲上的热兰遮城，或者在对岸的本岛上的赤坎城堡，都是超级热门的打卡圣地。而古台江的水道其实就在这2座城堡
不远的地方哦。下次如果有来到台南的话，不妨去一趟赤坎楼，想象一下，在车水马龙的西门圆环，400年前竟然是一片汪洋大海。虽然台江内海已经消失了，但从许多的蛛丝马迹当中，还是可以找到台江内海的踪迹。猜猜看，有哪些地方可能曾经是台江内海呢 ？A. 四草绿色隧道 B.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C. 七股盐山 D. 小朋友才做选择，我全要。大家知道答案了吗？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订阅《不良历史教科书》，一起来认识许多非典型的台湾历史故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